馬股 REIT 最大的陷阱不是你買錯了哪一只，而是你以為全部 REIT 都是同一种東西。表面上他們都在收租，但市场其實在問4個完全不一樣的问题：這筆租金有多穩，能不能漲？如果就貸款到期，新貸款利息变貴， DPU 還撐不撐得住？很多人買 REITs 的邏輯很簡單，有樓，有租金，有 dividend， 利率不漲，那就是穩了。這個邏輯只對了一半。今天這支 video 要提升你對 REIT 的認知，別以為買 REITs 是包賺的。REIT 不是股票版的 fixed deposit， 銀行定存，你放錢進去，銀行答應給你一個利息，只要銀行沒有出事，你基本上就是等時間。但 REIT 不一樣， REIT 的 DPU 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它背後至少有4個東西要撐住。第一，租金要收得到，也就是 revenue 和 NPI 要穩。NPI 這個詞後面會一直出現，你可以先把它想成物業收了租金，扣掉水電、維修管理這些成本之後，真正剩下來的物業收入，這才是收租生意的淨收入，不是表面熱鬧就算贏。第二，貸款利息不能吃太多。REITs 要買資產、翻新資產、擴張資產組合，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存錢，他會借錢，也可能發新 unit， 所以就貸款到期之後，新借的錢利息會不會變貴就很關鍵。如果 NPI 有增長，但 finance cost 增長更快，最後可以派給 unit holder 的錢可能沒有想象中漂亮。第三，派息要看質量。REITs 通常會派出大部分可分配收入，所以手上留下來的現金不會太多。派息本身不是問題，問題是派完之後還剩多少彈藥繼續成長。如果一邊高派息，一邊又要買資產、翻新、還債，那就不能只看 dividend yield， 你還要看廚房裡面還有沒有現金可以給你繼續煮。第四，在投資能力，有沒有能力用合理價格買到新資產，或者通過 asset enhancement 把舊資產翻新升級，再慢慢把租金提高。如果买得合理，擴張可以放大現金流；如果越買越貴，擴張就不是成長，是負擔。所以 REIT 的風險不一定是突然爆炸，更常見的是慢慢漏水。一開始是租約到期後，租金起不上去，然後是貸款利息變貴，再來是翻新成本上升，最後你才發現 DPU 還在，但背後的緩衝越來越薄。所以看 REITs 不能只問現在派幾多，更要問這筆 DPU 是靠什麼撐住，租金能不能守，融資成本有沒有受控，租約夠不夠長，資產還有沒有競爭力。把這些問題全部跳過，只看 dividend yield， 就很容易把穩定派息誤會成低風險。如果你還覺得看高股息就可以穩穩吃米粉，那我們看 dividend yield 排行榜就可以賺錢了，不是嗎？好，既然 REIT 不是 fixed deposit， 下一步就要先分類。因為馬股 REITs 表面上都在收租，但底層至少是5種不同生意。第一種是頂級商場 REITs， 代表的有 IGB REIT、Pavilion REIT 這种。市场愿意给他们更高估值，不是因为他们有商场而已，而是因为这些商场消费者愿意来，租户想进去，竞争对手很难复制。所以這類 REITs 真正要看3件事：人流夠不夠，租戶有沒有賺錢，租約到期後業主還能不能起租。如果租戶離開這個商場，生意會受影響，那業主的租金權力就比較強，但代價是市場期待也高，一旦消費放慢，租戶銷售變弱，市場馬上會問租金還能不能繼續起。第二種是地標綜合 REIT， 代表的有 KLCCP、Sunway REIT。 這種 REIT 不是只看一棟樓，也不是只看一個 segment， 它看的是整個資產生態。他們不只有商場，還有 office、hotel， 有停車場，人流和品牌全部加起來。市場獎勵的是穩定性和資產質量，但代價是越成熟的地標資產 growth 通常不會突然爆炸，它更像穩健型資產，不是每天放 fireworks 那種。第三種，酒店 REIT， 代表是 YTL Hospitality REIT， 它吃的是旅遊、酒店入住率、平均房價，還有每間可用房幫酒店賺了多少錢。酒店 REIT 的好處是，旅遊復甦的時候，盈利彈性可以很大，但風險也直接。匯率、航班價格、地緣政治、旅遊情緒都會影響表現，所以同樣是旅遊復甦，也要看最後真正落袋的收益有多少。遊客回來是故事， DPU 有沒有跟着改善才是現實。第四種，工業物流 REITs， 代表是 Axis REIT、AME REIT 還有 CLMT 裡面的物流資產。市場買這類 REITs 看的是平均還能收多少年的租，
租戶夠不夠穩，買進來的資產 yield 夠不夠高。如果租戶是大企業，租約長，搬走成本高，現金流就比較穩，但工業資產比較可複製，所以關鍵不是倉庫越多越好，而是買資產的價格夠不夠合理，租金回報率有沒有高過借錢成本。買貴了，擴張也會變成負擔。第五種是寫字樓 REIT， 代表是 Central REIT、IGB Commercial REIT。写字楼 REIT 看起來 EOD 可能比較吸引，但市场真正擔心的是租戶到期後會不會續租，續租的時候租金要不要折扣，為了留住租戶要不要花更多錢翻新。所以 Office 不是不能看，只是它的核心問題不是有沒有樓，而是租戶為什麼一定要留在這裡。分類完你會發現，Mall REIT 買的是人流和租金權利，地標綜合 REIT 買的是生態和穩定性，Hotel REIT 買的是旅遊彈性， Industrial REIT 買的是長租約和資本配置能力， Office REIT 買的是地點、租戶粘性和續租能力。所以你不能簡單拿 YTL Hospitality 的旅遊彈性去對比 IGB 的商场護城河，也不能拿 Axis 的工業增长去對比 KLCCP 的地標防守。這就好像你拿榴蓮、咖啡、雞飯來比誰比較香，全部都有味道，但根本不是同一個場景。懂得分類之後，下一步就不是看誰 revenue 最大，而是看最新財報到底驗證了哪一種故事。這一季馬股 REIT 最大的重點不是全部一起好，而是分化越來越清楚。先看 IGB REIT， 今年第一季度 revenue 做到 261.3 million， NPI 做到207 million， 單季 DPO 是43%，出租率 99.2%。 這個數字重點不只是增長，更重要的是 Mid Valley Southkey 已經併進來了。Southkey 單季 revenue 是 80.6 million， NPI 取得了 65.6 million， 佔了總成績的 30% 左右。所以 IGB 現在不再只是 Mid Valley Mega Mall 加 The Gardens Mall 的雙商場故事，它已經變成一個更大的商場平台。這證明了只要頂級商場如果有位置、有品牌、有人流，租金收入是可以繼續放大的。再看 KLCCP， 第一季度 revenue 是 411.8 million， PBT 是237 million。 如果拆 segment 來看， Office 的 PBT 是 134.6 million， 而 Retail PBT 是 113.7 million。 至於酒店還是虧錢，但虧損從去年同期 4.7 million 收窄到 2.2 million。 這說明 KLCCP 不是那種突然爆發的成長故事，它驗證的是地標綜合資產的穩定性。 Office 穩， Retail 穩， Hotel 慢慢修復。第三個 Sunway REIT 就更有意思了。2026第一季度 revenue 223 million， NPI 是 164.4 million， 可分配給 unit holder 的净利潤是109 million。 表面看是整體不錯，但拆開看才看到 Diversified 的真實樣子。 Retail 的 revenue 增長 10%， Hotel 的 revenue 反而跌 19%， Industrial and Others 的 revenue 和 NPI 分別增長 15% 和 21%。 所以 Diversified 不是一句漂亮口號，它的意思是不是每一條腿都跑得一樣快。這一季 Sunway 的 Retail 和 Industrial 在貢獻增長， Hotel 則比較弱。多元化可以分散風險，但也可能把弱 segment 藏在總數字裡面。有些 segment 在跑步，有些 segment 在旁邊喘氣，你只看整體就很容易以為大家都很健康。第四個 YTL Hospitality REIT， 它的第三季度 revenue 增長 5.6%， NPI 增長 6.5%， 可分配收入增長 9.4%。 旅遊復甦的故事是有在兌現的，但不要忘記澳元相對令吉偏弱，吃掉了一部分來自澳洲資產的增長。所以 Hotel REIT 不是單純收租股，它是旅遊彈性、房價、入住率和匯率一起影響的組合。旅遊故事就像看韓劇一樣讓你感動，充滿美好的幻想。匯率就像是你旁邊那個枕邊人，讓你回到現實。第五個 Axis REIT， 這一季度它整個組合有70個物業，總面積達到 15.3 million sq feet， 出租率 94%， 平均租約還有 4.3 年，單季 DPO 2.53， 融資比率 34%。 同時 Axis 完成了240 million 7年期 3.95 coupon的 Senior Sukuk 發行，用來償還舊債，並以50 million完成對 Northport 的收購。債務管理和資產收購同步推進，這才是工業 REIT 真正的看點，不是倉庫多不多，而是租約、融資成本和收購紀律能不能一起配合。最後來看 CLMT， 第一季度 revenue 127.4 million， NPI 80.4 million，
DPU 1.36仙，出租率 94.7%， 續租租金升幅達到 12.4%。講人話就是租約更新的時候，平均租金是有起上去的。但最關鍵的是另一個對比，人流增長 7.1%， 聽起來不錯，但租戶銷售每平方尺才漲了 0.4%。人進來了，不代表消費力一定強，有些人可能只是進去吹冷氣。商場表面熱鬧，但租戶沒賺到錢，下次續租你憑什麼起租金？所以財報真正要看的不是數字有沒有變大，而是這些數字有沒有證明它背後那套收租邏輯真的成立。數字看完，我們要回到底層，為什麼有些 REIT 租約更新時比較有能力起租？為什麼有些 REIT 每次租約到期都要重新證明自己？差別不只是 location， 更是議價權。很多人看 REIT 會自然覺得只要地段好，樓夠大，出租率高就是好資產，但這個說法只講對一半。真正強的 REIT 不只是在好地點，而是它在租金這場遊戲裡面有沒有議價權。講白一點， REIT 的租金不是業主自己開一個價，租戶就乖乖簽名。這中間其實有4個玩家。第一個是 REIT 本身，作為業主，當然想租金越高越好， occupancy 越滿越好，借錢利息越低越好，最好是租戶不搬，銀行願意借，資產還能繼續漲租。聽起來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。第二個玩家是租戶，而他們也不是慈善家。租戶當然希望租金成本越低越好，但是又要客流量最多的地方做生意，這很正常。大家都想要 budget， 又想要 quality。如果這個商場可以帶來人流、品牌曝光和銷售，租戶就比較願意付更高租金。但如果這個地方人流普通，消費者不買單，租戶就會反過來壓價。這就是為什麼頂級 mall 跟普通 mall 不一樣。普通 mall 是業主跪着求租戶留下來，頂級 mall 很多時候是鼻子高高，租戶自己想辦法擠進去。做零售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人心裡最清楚這個感受。這個差別就是租金權利。第三個，消費者和遊客，他們表面上沒有簽租約，但其實他們才是最後的裁判。商場有沒有人來，酒店房間有沒有人住，租戶願不願意續租，最終由這群人的錢包來決定的。所以 mall REIT 和 hotel REIT 本質上不是只看樓，而是在看消費者的錢包、遊客的行程，還有大家周末到底要不要出門。有些人進 mall 是真的消費，有些人真的只是進去吹冷氣，不然就是手拿2杯奶茶來個 window shopping。所以人流要看，消費質量也要看。第4個玩家是銀行和債券市場，這個玩家就很低調，但很關鍵。因為 REIT 要買資產、翻新資產、refinance 就貸款，很多時候都要靠外部資金。如果銀行覺得你的資產穩定，租約夠長，租戶夠穩，他就願意用比較合理的利息借錢給你。如果市場開始懷疑你的現金流，融資成本一上來， DPU 就會被壓。所以 REIT 的護城河其實不是一句 location 就可以交代，它是一整套博弈關係。租戶離不開你，消費者願意來你這裡消費，銀行願意借錢給你，管理層還能用合理成本繼續買資產、翻新資產、提高租金，這才是真正強的 REIT。所以每一種 REIT 的議價權來源都不一樣。貓要不斷更新 tenant mix， 不能讓商場變成只有人走，沒有人買東西的地方。就像我女兒，她是真的2手空空去 Hackstar Mall 坐火車追 Bubble 而已，她很開心。但是对租戶來說，快樂不能直接拿來付租金。而 Office 要面對新供應，租戶搬不搬、續不續租是很現實的問題。Hotel 要看旅遊週期，不是每一天都能像 School Holiday 一樣旺。Industrial 要確保買入的租金回報高過自己的資金成本。綜合型 REIT 則要避免分散了風險，但亮點也被分散掉。所以看 REIT 不能看到 occupancy 高就直接說安全，你還要問租約到期後租金能不能起，租戶銷售有沒有支撐，就貸款到期新貸款利息會不會變貴，這些才是 REIT 的底層問題。所以市場真正定價的不只是今天這筆租金，而是這筆租金未來還能不能漲，能不能被更便宜的資金繼續放大。現在市場看馬股 REIT 大概有4個主要故事。第一，只要 OPR 穩住，融資成本沒有繼續快速上衝， REIT 的估值壓力暫時沒有那麼大。但請注意，是壓力緩和，不是融資成本突然變便宜。只要長期債的 yield 還在高位， REIT 以后借錢是回不到以前那種超便宜資金時代的。利率週期就像天氣預報，大家都知道可能會下雨，但很多人還是沒有帶傘。第二個像 IGBKLCCP Pavilion 3位
這類頂級商場或地標綜合資產，市場獎勵的是他們的資產比較難被取代，租戶比較願意留下，消費者也比較願意去。不信的話，你 weekend 去那些 mall 附近，感受一下堵車是什麼感覺。那不是交通問題而已，那是資產吸引力的一種現實版 KPI。第3個故事就是 Visit Malaysia 2026，對這些頂級商場和酒店都是正面影響，但兩者受益的方式不一樣。Mall 只是間接受益，因為租金很多是 base rent， 游客多會幫 tenant sales 和人流，但不一定馬上反映在 DPU。相反的 Hotel 就直接很多了，入住率上來，房價起来，平均每间房收益改善，盈利彈性就比較明显。所以旅遊復甦對 Hotel REIT 更敏感，彈性更大，但風險也更直接。最後一個故事就是工業物流增長，像 Access、AME、CLMT 的物流資產，市场看的是租約夠不夠長，租戶靠不靠譜，未來還有沒有資產可以買，而且買資產的回報率能不能高過借錢成本。4個故事說完，重點來了，每一個故事背後都有一個隱含假設。利率穩定的假設是融資成本不會繼續惡化，優質資產的假設是續租租金還能漲，出租率維持高位，而且是靠優質租戶，不是靠折扣硬撐。旅遊復甦的假設是旅客夠多，房價起得來，匯率不要把增长全部吃掉。工業增长的假設是買進來的資產 EOD 必須高過融資成本。任何一個假設失效，市場就會重新給價格。很多投資者會把 DPU 穩當成無風險，不要以為 DPU 連續幾季沒有下降，就以為它是穩的。真正健康的 DPU 是靠 Recurring NPI 支撐，而且融資成本没有再慢慢侵蝕它。那怎麼驗證一支 REITs 是不是真的有結構支撐？可以參考這4個指標。第一， NPI 有沒有持續增長，這代表物業本身賺租金的能力有沒有變強。第二，續租時租金有沒有起， Occupancy 是不是有好租戶撐住，出租率 95% 看起來很美，但如果租戶質量差，或者續租要一直折扣，那這個數字就沒有那麼香。第三，平均借錢成本有沒有受控，如果 NPI 增長 5%， 但 Finance Cost 增長更多，那增長最後可能進不到 Unit Holder 口袋。第四， DPU 有沒有被真實反复出現的可分派收入撐住，不是靠短期因素硬撐出来的。4個指標同時向好，才是真正有結構支撐的 REIT 故事。如果其中任何一個在走弱，而股價還在高位，就要小心。你可能在為暫時看起來穩定的現金流付 premium， 而不是為真正有租金定價權的資產付 premium。這個區別表面上很難看出來，因為 REIT 的財報天生給人安全感，有實實在在的樓，有租金收，有 DPU， 數字波動比普通公司小，看起來很安全。但這些都是表層，真正決定 REIT 長期回報的，是這筆租金未來能不能重新定價，能不能抵抗成本上升，能不能支持再投資繼續放大。所以總結一句，馬股 REIT 最容易看錯的地方是名字都叫 REIT， 但底層根本不是同一種現金流。有些 REIT 買的是商場人流和租金權利，有些買的是地標資產的穩定性，有些買的是旅遊復甦的彈性，有些買的是工業物流的長租約和資本配置能力，還有一些 yield 看起來很高，但真正的問題是租戶續不續，租金起不起，翻新成本會不會越來越重。所以看 REIT， 重點不是只看 dividend yield，dividend yield 只是結果，真正要看的是這筆 DPU 背後的租金權利夠不夠強，融資成本有沒有開始吃掉增長，這個資產是不是容易被取代，管理層有沒有能力用合理成本繼續買資產、翻新資產、提高租金。說到底，投資 REIT 要問的問題不是會不會繼續派息，因為大部分 REIT 本來就是為了派息而存在，而是讓你以後看 REIT 的時候，你会去想，這筆派息是靠什麼撐住？這支 REIT 是在創造現金流，還是只是用更貴的錢把資產越買越大？最後，想問你一個問題，你更看好哪一個 REIT？ 留言讓我知道，這是我接下來要研究的公司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記得分享給你的家人朋友，我們下期見。